没有你手脚那种我还有。说实在的，这条路我真的不愿意走，但是没有办法，今天婆婆要做手术。换膝盖的手术，不知道你们听说过没有？这会儿呢，已经从手术台上下来了，人这会儿刚清醒了点儿，然后得经常活动那条腿。从医院回来的路上，我想了好多。人一上了年纪以后吧，这个身体各方面都不行了，尤其像我们婆婆这个。其实那几年呢，婆婆身上一直都是小毛病，一直都有，但是没有出现过什么大问题。今年一下子这个膝盖这儿就不行了，疼的就走不了路，最后才决定了说换膝盖这个事儿。对一个将近70多岁的人来说，也是一种折磨。希望做完手术以后能正常的走路。现在好多人往往都是小毛病拖成了大毛病，所以呢，大家还是要积极对待自己的身体。到了医院以后才知道，不管说我们有钱没钱，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有多好。有一些意外我们可能阻止不了，但是像我们自身的这些小毛病，比如说哪儿有个连续的不舒服，一定要去及时就医。这个是金姐对大家的提醒，也是忠告，希望大家都重视起来自己的身体。有了一个健康的身体，才是我们革命的本钱。今天呢，我用韭菜给儿子做一个他没有吃过的面，这个面食其实也特别的好吃。但是在我们这块呢，可能人们吃的还是比较少的，像这种做法。好了，下面我们开始做。首先呢，我们把洗干净的韭菜切成小末，切的时候这个不要切得太小。韭菜切好了以后，我们装到盆里，然后在韭菜盆里倒上1碗白面。然后用筷子把韭菜和白面充分的搅拌起来。这会儿呢，我们准备1碗凉水，少量多次的倒在面粉里边，用筷子搅成大面絮状。你们经常说我是左撇子，我给你们看什么叫做这个才是左撇子呢？我儿子是真正的左撇子。这个韭菜样呢和我们这个面粉一放到盆里，然后倒上水。搅的时候就感觉特别的香，韭菜味特别的浓。这会儿我们就可以下手开始揉面了。这个韭菜面团就和好了，以后就是这个样子。现在呢，我们要把这个和好的面团给它稍微的擀一下。首先在面板上撒上一些干面粉，然后我们再用擀面杖擀开，也不用擀得太薄，稍微擀开了就可以。一般情况下，我们吃面的话，这个面和的硬一些，口感比较好，而且做的时候也比较好做。韭菜大面饼擀好以后，我们用刀给它切成大约1寸宽的条。韭菜面呢，全部已经切好了。孩子嘛，变个花样，他就能多吃点，所以今天我们给他做一个花样面片。因为这个面里边呢，它有韭菜，所以说我们在用这个叉子做那个花刀的时候，可能切的时候你要稍微用一点劲，这样的话你才能整整齐齐的切下来那个锯齿的形状。不一会儿功夫，已经切了有这么多了。今天我就先做2个人的量。谢谢儿子。加上儿子的关心，这会儿干得更起劲儿了。2个人做的多了也吃不了，有这么多就可以了。下面呢，我们来做一道做这个面需要用到的食材。用到的食材有西红柿，还有这个海蟹菇、胡萝卜1根。先把西红柿切成丁，然后再把胡萝卜切成小碎丁。萝卜丁切好以后，和西红柿一样，装碗备用。下面我们开始切海蟹菇，给它切成大约1厘米的段儿，装到盘里。
所有的配菜都准备好了以后，我们现在准备开始再切一点点配料，就可以开始做了。首先呢，小葱切段，大蒜切成末就可以了。现在我们要开始做了，起锅烧油，锅里下入1勺花椒，1勺干姜粉，然后下入切好的胡萝卜丁和番茄丁。倒入我们切好的海鲜菇，翻炒一下，然后再倒点老抽调色。煸炒好了以后，在锅里倒上适量的水，给汤里搁上适量的盐，然后再放一点鸡精。今天我们做的是重素面，锅已经开了，我们把切好的这个面条下到锅里。这个面看着是不是特别的香呀？我们现在再来切点菠菜，因为这个面片呢稍微有一点点厚，所以说我们要在锅里边多煮上一会儿。现在呢，我们把切好的菠菜放里，然后等菠菜烫熟了以后，今天我们做的这个面就可以吃了。之前呢，再来点山西老陈醋。准备出锅，看着这一碗面，你们觉得有食欲吗？今天做的这个韭菜面，闻着就特别香。因为放了这个海鲜菇，感觉今天这个面吃起来特别的鲜。来上1勺，今天这个面虽然说是素的，但是吃起来特别有味儿。对于吃面食呢，山西人是真的没有话说，因为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基本上1天3顿饭几乎都和面有关系。今天发明的这个韭菜面真的特别有味儿，大家也可以尝试着用韭菜和一次面吃一下。其实我们今天做的这个面也可以叫搁锅面或者是烩面，这样的面做起来方便，而且吃起来还特别的美味。看看这个光着膀子的小男人，也是特别爱吃这种饭。太烫了，这个碗我都端不住，就这样吃吧。我向来呢都爱吃这些糊在一起的饭，像烩面还有烩菜这些，我真的是抗拒不了。不仅这个面好吃，而且它这个汤是特别鲜的，汤也特别的好喝。你们说说，就这个吃相，那不胖对得起那碗饭吗？今天我感觉就是放了那个海鲜菇以后吧，这个汤是特别的有味儿。其实呢，海鲜菇基本上就是吃火锅的时候放上一点，觉得特别好吃。没想到今天搁到面里头也挺香的，而且因为有了它的加入，所以说整个汤都特别的好喝。今天呢，田师傅还有就是孩子的大爷，还有孩子的爷爷，全部都在医院里边，所以呢，我就领着他先回来，因为他那个鼻炎，我要领着他回来打防鼻炎的那个针。给孩子打完那个鼻炎针以后呢，我还是要隔天往大同跑一趟。这几天可能我会有一点点的忙，可能我以后不是能天天去更新视频，所以说呢，大家还是要期待金姐给大家发出去的每一部作品。只要我一有时间了，然后我就会给大家分享我做的家常菜和我们山西的各种面食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儿了，拜拜。